南北两侧河谷各有20只纸人，在4只纸人附近迅速散开。这个数量已是李长寿能够通过纸道人中计心神同时控制原版纸人的极限了，而且根本无法长久。40只纸人化作40名身着浅蓝色战甲的仙兵，他们面容各异，实力不强，防御更是真的就是纸糊的一样。各自背着一把简单的法器长弓，手中握着一支有些特殊的剑矢。这些长弓也只有一些基础的禁制，完全称不上是宝物。他们迅速朝着前方山林掠去，抵达一处此前就被李长寿找好的隐蔽地点，将法器长弓拉满弦。剑矢之上亮起了一道道繁复的纹路，无声天毒矢，一次性消耗类自研法器，可以大范围高精准度瞬时无差别地投放大量的毒粉。杀敌并非必须用神通法宝，而是应将某一点优势发挥到极致。横练一身腱子肉，不敌板砖一当头。放！黑暗狭窄的角落中，李长寿打了个响指，40把长弓的弓弦齐齐震动，一支支法器剑矢迅疾且无声，从敌军的后方掠向了蚊子傀儡最密集之地。十分轻微的掠空声，一根根天毒箭横空缓进，悄悄地射向敌仙群后侧。没有任何的仙力波动，没有什么锋锐之意，只是不可避免的依然会留下少许空气的扰动。为了防止这些敌仙生出感应，这些箭矢没有瞄准任何一人，特意锁定了外围这些身影的间隙。李长寿拿捏的时机十分稳准，在2片斗法之地的侧后方，40根箭矢顺利抵达预定高度。毒箭前端，那些半尺长的圆筒同时裂开，一股股无色无味的毒粉毒雾在高空弥漫开来，像是一支支没有色彩的烟花在晴空下小声绽放。敌阵外围边缘各处，20多名真仙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眼前突然一黑，直接向着云下栽倒。一缕缕微风吹拂，这些能够毒杀天仙的剧毒迅速飘散，道道黑影接连不断的下栽，如同下饺子一样。而这些血纹傀儡当真是被毒怕了，他们这次的反应极快。有天仙傀儡发现后方情况不对，立刻大喝一声：鼓荡法力，后方有人放毒暗算！当下众敌身周仙力妖力灵力鼓荡，将后方飘来的毒雾毒粉直接冲散。但在这之前已经有50余真仙被毒杀了，更有100多道身影多多少少染了毒，此时在勉力的抵抗毒效，战力大打折扣。血纹傀儡们立刻开始搜寻背后暗算之人。这一刻渡仙门众仙也有些茫然，不知这援军从何而来。可他们被压制在了破天峰周遭的云路上，这2波强敌游子十分凶猛，很难接应外援。重点是渡仙门的仙人们完全没有发现任何援兵的踪迹。毒箭攻势的效果不算是完美，李长寿的心底没有什么兴奋或者是遗憾，只是暗中总结自研法器的不足。这种全方位无差别式的投毒方式，始终不如用仙力将毒粉无声无息地送到对方元神的周遭。总体来看，浪费了大半毒丹的毒性。为了防止这些毒物稍后误伤同门，李长寿在毒箭中用了较难炼制、存在时效性的2种天仙毒。少顷，空中残余的毒性便会自动崩解消散。这种箭矢的思路虽然不错，但是太容易被克制，效果还不如耗费了同等剂量的毒阵。李长寿的心底简单总结了一下，战局再次出现了少许变化。血纹傀儡们很快便确定了毒箭射来的方向，他们的反击来了，
迅速且猛烈。破天峰南北两侧阵敌后方各有10余道身影脱离大战，扑向纸人仙兵藏身之地。他们记起法宝，凝聚神通，对着2片山林一阵乱砸。黑暗中，李长寿的嘴角露出了莫名的微笑。那40只纸人并未后撤潜伏，带着30余真仙傀儡俯冲到2片山林的上方，南北两侧各有3只纸人从山林侧旁冲出，主动吸引对方的注意。然而这6道身影现身后，前冲不过是数百丈，就被后方袭来的流光直接击碎。正此时，其余34只纸人直接从各自藏身之地冲出，他们浑身气息鼓动，身法鬼魅迅疾，径直扑向了这些傀儡。这2匹冲下来反击的傀儡立刻出手，但是仓促之间，游子被半数纸人仙兵冲到了他们身周。没有半点犹豫，这些纸人直接自爆。总共10余道身影在南北两侧的山林上空瞬间炸开，场面十分惨烈。渡仙门众仙一阵大怒，却无法为这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援兵做些什么。但是自爆过后，那30多名冲到山林附近的血纹傀儡却都是毫发无伤，一个个都有点回不过神来，不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自爆的威力颇为微弱呀，哪怕这些人妖灵此时都是被血纹所控制，只留了一小半的自我，在这短短片刻也是齐齐地经历了一次不小的心神起伏。最初背后突然出现的无色毒物，他们也算是侥幸逃过了一死，心中有少许庆幸。随后呢，他们得到了命令，对毒箭射来的方向发动反击，发现那几道仓皇逃走的身影直接出手灭杀，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比较淡定的。但随之情况突变，这6道身影只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下方的山林毫无征兆地冲出道仙兵，生猛地扑向他们。这时他们心里就略微紧张了，但是意外的，这些扑来的仙兵十分的脆弱，戳他们一下就死了，打他们一下就破了。这时他们心里想的是，为何这般呢？可对方有心算无心，此前藏匿的也是不露痕迹，依然被对方小半的身影冲到自己附近。对方竟然直接自爆，这一爆，把他们吓个半死。但是可笑的是呢，这些家伙的自爆没有什么威力，只是徒有声势，还不如被一个原仙拿普通的法宝给砸一下。然后他们心中又会想，这般又是为何呢？突然一下，这30多敌仙的眼前一黑，元神先是剧痛，而后直接没了对外界的感应，浑身仙力溃散，在半空中整齐划一的仰头栽倒。在他们临终前终于恍然大悟了，我去，这自爆有毒啊！山林上方，这30多道身影同时栽落，黑暗中的李长寿挑挑眉，心底略有些无奈，怎么就没几个天仙冲下来呢？控制4只纸道人在地下继续潜藏。李长寿此时不用多看，也能够推断出激战双方的反应。渡仙门众仙自然是满头雾水，那些蚊子傀儡应该会越发疯狂。总体而言呢，这第一波偷袭效果还算不错，让己方压力大减，也让对方攻势受挫。此刻破天峰下的4只纸道人不能妄动，李长寿的心神挪移到了天八纸道人身上，大略检查了一遍小琼峰阵法的状况，随后又关注了一下高空中的大战。麒麟长老画出本体之后，越战越凶，将对方一名金仙境高手稳稳地压制住。渡仙门掌门大人虽然有些稀松，但也还是顺利地拖住了那2名金仙。看来还要再打一阵。李长寿的心神迅速回归4只纸道人，准备好接下来要用的法器。
第一波偷袭包抄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第二波操作。引火烧身，请君入瓮，瓮中捉鳖，而出手时机很快就能到来。区区一个渡仙门，怎的这么还没解决？犀牛贺州，西方教道场灵山附近的一处隐蔽洞府中，文静道人身着浅蓝色纱裙，斜躺在床榻上。一旁有2名侍女跪坐着，一人为他扇着扇子，一人则是在旁端着如血的鲜酿，等待主人端起玉杯。文静道人此时正凭自己撒出去的血纹暗中观察渡仙门的大战，他只是单纯在看戏。现在只要他不出手，就在此地待着，除却三教圣人老爷亲自探查推算，谁都不知道这是他干的。而且西方教的2位圣人早已经亲手为他蒙蔽天机。洪荒此时尚没几个人知他根脚，那些血纹就算是暴露了，也只会被当作一类神通。文静道人心底明白得很，他是躲藏在暗处的一把利刃，暴露了根脚，那自己就没有了大半的价值。此刻他必须看着渡仙门的大战，若是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比如人教突然有高手来驰援渡仙门，那他就直接掐灭那3只金仙的神魂，将他们的躯壳当作一份给截教的厚礼。这般算计可比打打杀杀有趣多了。文静道人的嘴角露出了几分妩媚醉人的微笑，一旁2位妖族婢女却只是低头不敢乱看一眼。文静道人开始看戏，是在5名金仙开始斗法，而他的注意力也一直都是被金仙、天仙层次的斗法所吸引。真仙层次的对于他来说，与未成仙的炼气士也没什么差别，无趣单调，而且十分枯燥。还是金仙斗法有意思啊，尤其是那只洪荒珍稀品种祥寿麒麟，这就让文静道人很有食欲了。当李长寿暗中用指道人发出第一波包抄攻势，前后夺杀80余真仙，伤100余真仙，让双方形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胜负的秤杆暂且趋于平稳。下方怎么回事？文静道人大概的扫了眼破天峰附近，嘴角撇出了满满的嫌弃。这些临时搜集来的傀儡当真没什么用，此时尽快被对方反打回来罢了。今日这一战，渡仙门估计是灭不掉了。继续拖延下去，这3个伪金仙体内的血莲之力也会消耗干净。若是我的孩儿们出手，小小渡仙门顷刻间便荡然无存。对了，那些渡仙门的门人弟子去了何处？文静道人略有疑惑，上下观察一阵，很快就一声冷笑。地下的地脉有少许灵力波动残留，似乎是地脉挪移阵，逃去了东边。就这般手段，还想瞒得过本女王大人？既然无法直接灭你们一门，那灭杀你们一门的弟子，效果倒也不错。事后的场面必然会十分有趣。虽然此时在主动去控制、联络这些傀儡，多少会有暴露自身的危险，但文静道人心底有了轻微的刺激感，并决定小小的冒一次险。渡仙门破天峰附近，千仙激战之地，一抹道韵悄然降临，落在一名人族出身的天仙境血纹傀儡身上，随后这道韵便迅速抽走。这天仙境老道的身体颤了一下，直接向后脱离战局，招来一头真仙境的妖鹏，趴伏在妖鹏的背上。
为了更好完成主人刚刚传下的命令，这天仙老道命妖鹏先朝着北方疾驰，待飞出了足够的距离后再转去东面。鹏类妖修多善飞，这妖鹏也有几分金鹏血脉，并且有天赋神通。此时妖鹏全力疾驰，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渡仙门有几位天仙长老注意到此事，推断对方这天仙老道和鹏妖或许要去东边为祸。他们暗自传声，心底自是焦急万分。但是此刻己方被围困在破天峰的附近，先不说能否杀出重围赶去东面救援，单看那鹏妖的速度，他们根本追不上。一位太上长老脱战向后，拿出几枚传信玉符，急忙联络此刻已在东面16000里之外的几位外务长老，让他们带弟子快些躲起来。也只能做这些事了。渡仙门这些长老其实是错估了2件事。其一，他们没有想到对方能够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此地大战尚未结束，就要直接去找那些尚未成仙的弟子的麻烦。其二，地脉在大地深处，对方到底如何发现他们隐藏起的那地脉挪移阵？不过渡仙门长老失算的这点小细节，某位弟子在战前早有预料。闻道人这3个字给李长寿的印象着实是太凶残了一些。李长寿的警惕性从最开始就已经拉满了。这天仙境老道与妖鹏刚动，李长寿就捕捉到了他们的动向，心里道了句哎呀麻烦，但是呢并没有什么紧张感。这绝非是李长寿对师妹和师傅不太关心，而是早已经做好了应对之策。莫说是过去1个天仙，便是过去10个10个太多了，3、4个吧，也不算什么太大的事儿。